兄弟们，这2天呀，皇马真的是接过了曼联综艺流量之王的称号，铺天盖地全是皇马的大消息。没办法，咱们每次开篇先说皇马，然后再把重要的新闻讲一讲，紧接着再讲世界杯48强的扫描。今天轮到说美国队和他们的队长，美国队长普里西奇。而关于众所周知最被大家喜欢的轻松一下，老 K 仍然放到最后。那么首先，今天皇马跟小蜘蛛阿尔瓦雷斯之间传出的各种新闻各种矛盾。先是有皇马官方消息的确认，说是用了 1.5 亿欧元报价马德里竞技的阿尔瓦雷斯，但马竞马上发表了官方的正式声明，各种嘲讽，说我们马竞既没有研究也没有评估任何关于阿尔瓦雷斯的报价，我们和皇马怎么可能关系不好呢？毕竟你们皇马比巴塞罗那让我们笑得还要更开心。但既然利用了我们和你们新的主席的良好关系，那能不能请你们皇马别再从我们青训营里偷球员了？非常感谢皇马。所以皇马对阿尔瓦雷斯的报价 1.5 亿欧元立刻遭到了拒绝。但是罗生门很快上演，先是皇马的跟队记者说，皇马预计不会提升对阿尔瓦雷斯的报价了，马德里竞技完全无意出售球员。26岁的阿尔瓦雷斯，他目前的合同还要等到2030年才到期，而且他现在是巴塞罗那接触的重点对象。巴塞罗那的主席拉波尔塔已经亲自介入到小蜘蛛的转会，而小蜘蛛的经纪人也表态，球员完全无意加盟皇马，要去咱们只去巴塞罗那，巴塞罗那才是首选。现在巴萨主席拉波尔塔和阿尔瓦雷斯的经纪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正在想办法如何说服马竞方面。紧接着，不知道是不是皇马想找回面子，又有新的消息传出来，说皇马确实给马竞打过电话，询问过小蜘蛛，但是根本就没有讨论具体的金额。马竞从一开始就没有给这场谈判留下空间，明确表示不会出售，所以皇马跟马竞并没有进一步的讨论转会细节。挺有意思。在皇马主席选举之前这 1.5 亿报价的事吵的是翻天覆地，但到现在皇马又不承认报过 1.5 亿。而巴塞罗那方面呢，据说曾经和马竞就 1.5 亿欧元签下阿尔瓦雷斯已经达成了初步协议，但之后巴萨只报价了1亿欧元，并且要求马竞方面分期付款。那马竞当然说想都别想，绝不可能以1亿欧元的价格出售小蜘蛛。就这个时候，弗洛伦蒂诺出现了。过去的几个小时，他打了一通电话，提出 1.5 亿欧元的报价，但马竞在没有看任何条件的情况下直接拒绝，绝对不会就阿尔瓦雷斯的未来再进行任何谈判，更不用说是跟同城死敌皇马谈了。但球员阿尔瓦雷斯的意图现在也非常明确，不想留在马竞，所以目前来看，确实皇马提出了一个诱人的 1.5 亿欧元的报价。巴塞罗那呢，之前好像是答应过这个价格，但最后只报价了1亿欧元。好的，朋友们，一天一天世界杯越来越近了，咱们先点赞再看，养成好习惯。感谢大家线上嗨不积分，感谢您的订阅，咱们这就继续。新的消息说是巴萨内部又为小蜘蛛设定了新的报价上限，最高可以接近 1.3 亿欧元。可马竞认为既然皇马的 1.5 亿欧元报价我都拒绝了，那么在未来的谈判，马竞肯定更有底气。巴萨内部的想法是最多给出接近 1.2 亿欧元的固定转会费，再加上浮动奖金的方案。巴塞罗那已经很难继续往上加价了。这剧情好像过去大家看过，巴塞罗那出 1.3 亿的价格，然后差多少呢？让球员最后自掏腰包。老佛爷这 1.5 亿欧元的戏码演砸了。现在传出来，皇马将继续寻找能够带来质变的球员，将会有多笔引援，也会有重要的球员离队。而偏向皇马的阿斯报竟然传出消息，说小蜘蛛可能转投阿森纳。而在皇马内部，现在像拜仁的奥里塞，还有大巴黎的若昂内维斯被多次提及。不过老 K 从另一个角度从政治的角度分析，皇马老佛爷这 1.5 亿报价阿尔瓦雷斯首先有早没早，咱先打一杆，万一来了呢？毕竟是同城对手的核心球员，来了也能用得上，就算比预期的价格贵一点，那也无所谓。最关键兑现了老佛爷在选举的时候之前夸下的海口嘛。第二点，这个报价 1.5 亿欧元直接打击了巴萨的节奏。马德里竞技既然 1.5 亿欧元都拒绝了，你巴塞罗那想这么容易的引进小蜘蛛没门儿。
巴萨要真想要，必须拿出诚意，必须高于 1.5 亿的价格，否则马竞俱乐部会被自己的死忠粉骂死。第三点，就算小蜘蛛最后谁也没有买到留下来，那马竞内部氛围也会变得不一样，球队里可能会内乱，这也是人性。所以老佛爷呀，不仅是一石二鸟，甚至加上后续的影响，一时能打3只鸟。小蜘蛛和经纪人现在收到过皇马 1.5 亿欧元的报价还天下皆知，那么肯定是起了要走的心思，再也回不去了。不过巴塞罗那方面也强作镇定传来消息说，巴萨方面并没有出现慌乱，他们认为皇马这种搅局行为很正常，我们巴萨不意外。而且巴塞罗那坚信围绕小蜘蛛的争夺还没有结束，有信心完成对阿尔瓦雷斯的签约。但是钱已经加不上去了，巴萨只能希望球员自己想办法，主动找马竞说清楚，表达立场，向马竞管理层明确你未来的意愿。想起之前呀，皇马这 1.5 亿欧元到底要报价哪一位当时有知情人说，当我知道这个名字的时候，我都震惊了，我甚至说不出话来。老佛爷还在自夸，说是什么要引进一个类似当年齐达内这样地位的角色，结果没想到引进的是阿尔瓦雷斯，在联赛只进了8个球的前锋，结果最后还被拒绝了。不过阿根廷队的跟队记者呢，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发了文章，他说呀，对皇马和马竞来说是皆大欢喜第一，对皇马那边 1.5 亿欧元的报价算是兑现了过去的承诺，而马竞这边顺势利用皇马将阿尔瓦雷斯的身价往上抬，也给巴塞罗那释放了信号，你想谈可以，但是价格和态度必须按照这个 1.5 亿欧元的节奏来。另外，今天皇马的主教练阿韦罗亚已经正式离队，穆里尼奥已经抵达马德里。记者们拍到了穆里尼奥和经纪人门德斯，还有皇马的高层们在马德里一家酒店会面。皇马已经开始正式的推进确认穆里尼奥回归的相关事宜。紧接着，本菲卡官方已经宣布，皇马的1500万欧元正式报价了穆里尼奥，穆里尼奥本人也同意加盟。所以根据消息，穆里尼奥将在周4在皇马正式亮相。狂人穆里尼奥，请您弥补那一年在皇马的遗憾吧，来皇马拿一次欧冠冠军，稳住更衣室，提升这些年轻人打硬仗的能力。穆里尼奥的防守体系和他大赛的心态调整能力，正是现阶段皇马姆巴佩、维尼修斯、贝林厄姆他们急需的。还记得那一年欧冠半决赛对拜仁熬到了点球大战， C 罗、卡卡、拉莫斯3大点球手同时罚丢点球，那是当时穆里尼奥的痛，也是皇马球迷义不平的痛。现在有机会让穆里尼奥再来一次，老 K 作为人迷举双手双脚支持。好，消息已经传来，穆里尼奥作为主帅已经点名了铁锤帮西汉姆联队的马特乌斯·费尔南德斯，本身这就是葡萄牙球员嘛，主教练也是葡萄牙人，经纪人也都是葡萄牙人，有门德斯帮助穆里尼奥出谋划策，那么皇马今年夏天的引援老 K 一点不担心，让我们就等着一个一个的好消息。马特乌斯·菲尔南德斯的踢法呢更有活力，技术也出色，可以在中场多个区域发挥作用，但他也不是皇马急需的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组织型中场。现在西汉姆联方面说的很明确，低于8000万英镑，也就是9000万欧元以下免谈。那么穆里尼奥和门德斯商量之后觉得现在皇马的阵容起码要补充6名球员以上，恩德里克必须回来，尼科帕斯必须来，还要有2名边后卫和至少1名中后卫，1名中场。不过突发消息，尼科帕斯本人更倾向于在科莫再待一个赛季，这是不是因为他不喜欢穆里尼奥的战术风格，想跟法布雷加斯再多待一会儿？但是这个由不得他，最终决定将由穆里尼奥和皇马做出。但是魔帅如果真要尼科帕斯回皇马，那起码要给年轻人充分的上场时间，多上场多踢球，这才是尼科帕斯需要的。现在穆里尼奥老 K 很了解他，关注他10几年了，他现在已经进入了一种疯狂的渴望工作的状态，极度渴望在皇马立刻开始新的征程。据他身边熟悉的记者说，现在穆里尼奥的状态已经是充满激情，信心十足，全身心投入到项目中。过去1个月内，皇马所有的兵锋所指全都朝向穆里尼奥，而穆帅已经提前和皇马现在一些球员聊过了，已经得到了关键球员的支持，就看未来2个赛季如何大开杀戒了。要记得穆里尼奥第一次到皇马的第2年，创造了历史级别的进球数，历史级别的积分，到现在无人能打破。100分的教练穆里尼奥，他回来了。好，球员方面，塞巴略斯
不排除继续留在皇马。他想先尝试能不能争取穆里尼奥的信任。塞巴略斯29岁，他现在合同最后一年将在27年6月30日到期，税前年薪500万欧元。塞巴略斯在皇马年年都说要走，年年最后都走不了，这也算另一种风格的中义无双吧。而皇马老佛爷看中穆里尼奥，最主要就是他能够整顿更衣室的能力，而不是看中穆里尼奥的战术和以怎样的方式去踢球。当年在穆里尼奥手下的那支皇马，曾经与瓜迪奥拉的巴萨梦三队抗衡，而且最后还胜出。穆里尼奥最大的本事，他是唯一一个能让老佛爷在引援和清洗球员方面放手，让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穆里尼奥在新闻发布会经常引发争议，所以这一次会不会皇马再帮他找一个像卡兰卡一样当时那样的人物呢？平时的新闻发布会先把穆里尼奥保护起来，让穆帅只在最重要的日子露面。所有人都想知道穆里尼奥这次回来是打算在每一次发布会的现场自己担任发言人呢，还是将这项工作交给其中一名助手，自己只出席重要的发布会？老 K 提醒一点，穆里尼奥在判断球员方面真的是专家。过去他对卡西利亚斯、对博格巴、对马夏尔、对拉什福德，甚至在切尔西对迭戈科斯塔的判断全是对的。那么这方面皇马球迷就不用担心了，穆里尼奥已经开始工作。但另一块关于拜仁球员奥里塞，拜仁慕尼黑已经对皇马正式关上了大门。1.5亿欧元想用在奥里塞身上，这样的意图已经被拜仁以拒绝告终。另外，皇马的布拉辛迪亚斯也渴望留队，希望能在穆里尼奥麾下为自己的位置而战。好，其他的球员，皇马正准备尽快报价多特蒙德的施洛特贝克，而主帅穆里尼奥也非常欣赏他。几天后，今年夏天世界杯的大舞台可能是施洛特贝克在职业生涯的最大舞台。另外还有利物浦中后卫科纳特，他跟利物浦的合同即将到期。据法国媒体报道，科纳特已经和皇马签署了直到2030年的合同。好，其他的消息，荷兰队的阿森纳后卫廷贝尔因伤已经退出了荷兰队的世界杯大名单，桑德兰的后卫海特勒伊达递补入选。这廷贝尔还是因为腹股沟的伤势没法好透。廷贝尔的腹股沟伤势已经反反复复好几个月了，欧冠决赛也有点强行复出的意思。哎，真的太可惜了，球员唯一最怕的还是伤病。好，今天咱们关心美国队，明天关心加拿大。上一次世界杯在美国举行还是1994年，那一次美国世界杯，美国队也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他们以2-1爆冷击败了当时世界上最好的球队之一哥伦比亚。美国队在1994年抓住了埃斯科巴那里著名的乌龙球，而今年美国队26人的名单恰好是13个2022年世界杯的旧人和13个新人。美国队长普里西奇是其中经验最多的球员，他代表美国队出场了84场，打进32个球。而主教练则是我们熟悉的过去热刺主帅波切蒂诺。波切蒂诺的这一份26人名单很不合常规，他带了10名后卫，却只带了6名中场。像迪耶戈·卢纳落选，塔纳·泰斯曼落选，乔瓦尼·雷纳入选，这3点是媒体争议最大的地方。而埃丹·莫里斯的落选也让人意外。雷纳呢，作为德甲门兴格拉德巴赫的球员，他本赛季频繁的肌肉和软组织伤病，在德甲出场时间非常少，整个赛季一共就打了131分钟，所以他的入选，他的身体状态能不能承受世界杯高强度的连续作战？但另外一方面，如果能收获一个健康的雷纳，他在波切蒂诺麾下可以表现出很高的创造力，他也会成为这次美国队不可或缺的 X 因素。而波切蒂诺这位阿根廷主帅，他执教美国队进行了一种所谓的南美化战术的移植。波切蒂诺在热身赛中给我们展现了一些科技创新，尤其是利用补水暂停的时间，手持笔记本电脑进行现场教学。这件事已经被媒体认为引领现代足球走向像篮球那样的4节短暂停革命的先驱。这次他的选人也是寻找最合适的，而不是名气最大的26个美国球员。过去2年来，波切蒂诺对美国队进行了颠覆性的战术改造，这些战术细节非常的精妙。在场上，波切蒂诺极其强调阵型的动态多变性，防守阶段倾向于落位成极其巩固、层次分明的4-4-2阵型，可一旦夺回球权进入控球阶段，美国队会迅速演变成极具侵略性的3-2-5进攻的阵型。而在这个动态的变形中，左后卫罗宾森扮演着非常重要、至关重要的角色。
他被赋予了极高的自由度，在左路可以随时插上，甚至可以直接顶到锋线的左侧，和队长普里西奇形成左边内部通道的进攻组合，极具威胁。而为了这一点，为了平衡左路大举压上后的空当，那么老将 Tim Ream 就会向左侧去补位，右后卫 Joe Scully 就会收缩到右中卫的位置，和中间的防守力量一起共同构建出一个三后卫的防线。在波切蒂诺这个战术设计下，中场的韦斯顿麦肯尼就要用他非常惊人的覆盖范围，在中路在右路的空当要进行防守补位，这样才能确保阵型变形后防守的完整度。而刚才说了，值得一提的就是5月31日，美国队刚刚3-2击败塞内加尔。在那一场友谊赛当中在夏洛特的骄阳下，波切蒂诺创造了国际足球史上历史性的一幕。当时比赛进行到第24分钟，强制补水暂停。波切蒂诺让他的战术分析师举着一台打开的 MacBook 笔记本电脑走向场地的边缘，短短3分钟内，将近30名大汗淋漓的美国队成员紧紧地围在电脑屏幕前。只见波切蒂诺在屏幕前用手比划，他利用实时的比赛剪辑进行秒级别的战术解说和防守站位的纠错。这个大胆的举动在社交媒体引发了病毒式的传播，但非法很快做出了反应，进行了紧急裁决，明确在世界杯期间的科技使用边界。第一，主教练和教练组在比赛和补水暂停期间使用电子设备进行战术指导完全合规，但设备规格必须限定在手持和便携式比如像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这种。第二，唯一的红线是在补水暂停期间，场上参赛的球员绝不能够跨越边线踏入技术替补席的区域。换言之，几天后的世界杯，咱们能看到场上的球员必须要紧贴在边线的内侧，探着脖子，一个个像鸭子一样盯着场外的分析师手中的平板电脑。所以这个规则的出台足球比赛正在演变成像美国体育、像篮球、像美式橄榄球那种4节短暂停的对抗。而美加墨世界杯的补水暂停期间，他会放3分钟的电视广告，这也给主教练提供了极具价值的计时纠错时间。所以可以说，波切蒂诺最懂得美国人喜欢什么，想要什么。他已经在足球的科技革命当中抢占了先机。那么说回主教练波切蒂诺，阿根廷人，1972年出生，他的球员时代是中后卫，曾经为阿根廷国家队出场20次。24年9月，他成为了美国男足的主教练。当时美国队在24年美洲杯主场小组出局以后，解雇了贝哈尔特。那么波切蒂诺这次的任务就是带着东道主踢世界杯。他上任以来关键词高压、纪律、强度、竞争文化。过去18个月，波切蒂诺在美国队一直在扩大球员的候选池，最后的热身赛也要像世界杯的一部分这种态度来对待。所以在他任内一共有61名球员获得了出场的机会，来自16个联赛、12个国家。所以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卢纳、泰斯曼、莫里斯最后会落选。波切蒂诺不是按美国球迷的呼声来选人的，而是只看自己需要什么角色。而且他也强调谈落选者，这对入选的球员不尊重。最终的26人名单就是他自己的决定。那么说到美国队，就不能不说他们的天选之子，美国队长普里西奇。这是一个出生在足球家庭的孩子，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在乔治马森大学，在读大学的时候是杰出的大学足球运动员。父亲甚至入选了该校的男子足球名人堂。退役后，父亲在室内足球的职业俱乐部开启了长达8年的职业生涯，随后转型为青训教练、大学的教练以及职业室内足球俱乐部的主教练。母亲呢，在读大学期间是校队防线上的关键后卫。正是这样的家庭熏陶，普里西奇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他对足球就不是那种课外爱好，而是因为足球就是这个家庭的基本运行方式。普里西奇是家中3个孩子年龄最小的一个，他的姐姐是一个独立的女企业家，还是马术运动的热爱者，已经在宾夕法尼亚州和佛罗里达州都经营着马场。所以普里西奇也经常看到他在球场内外都身穿这个马场的专属卫衣，这也是表达对姐姐事业的无条件支持。而他的哥哥切斯比普里西奇年长10岁，从小患有自闭症，但也正因为有这样的哥哥，所以普里西奇很早就知道该如何免受外界的打扰，如何保护自己的家庭和隐私。普里西奇的祖父母都出生在克罗地亚，所以得益于克罗地亚的家族血缘，
他在16岁的时候申请并获得了欧盟护照，这样也成功规避了国际足联针对未成年球员跨国转会的严格的年龄限制，很顺利地敲开了德甲多特蒙德俱乐部的大门。但说到普里西奇的青训阶段，老 K 必须要强调，就跟昨天批评董路一个意思，普里西奇从小练足球青训，他不依赖于那种压抑天性的机械化的苦练，而完全由于他对运动最纯粹的热爱，还有一个高自由度的成长环境。传统的青训往往过早就对小孩进行高强度单一化的成人一样的训练，这很容易导致青少年在18岁以前在心理敏感期对足球产生厌恶，而且身体方面在身体发育没有完全的时候过度加练，也会对骨骼肌肉软组织造成不可逆的脑损。所以普里西奇小时候他是用高质量强对抗但时间很短的训练来代替那种漫长的时间堆砌。普里西奇的父母虽然有足球的背景，但从来没有强迫他去训练，而只是给他创造一个随时可以接触足球的环境，让普里西奇每一次触球都充满渴望。这是老 K 最强调的，只有当孩子将足球当成自己最好玩的玩具，而不是必须完成的家庭作业的时候，他才能在以后枯燥的职业赛场保持持久的专注力。5岁到8岁的时候，足球对普里西奇来说就是家里面的客厅和地下室的一种游戏。他后来回忆到，小时候在自己地下室用胶带贴出了一个迷你球门，父亲就是守门员，而普里西奇小时候拿着一颗迷你足球，不停地射门，不停地射门，没有什么战术讲解，只有纯粹的快乐。而在他的家里面，随处任何时候都可以看到5号球、4号球，还有5人制足球。普里西奇总是边看电视边在那儿盘带，在客厅和家具之间运球，这就是他肌肉记忆形成的初期。那时候就建立起来足球是自己身体延伸的一部分这样一种直觉。而在9岁到12岁，他当时加入了本地俱乐部，但每周的团队训练只有2次，周2一次，周4一次。由于团队训练少，他是每天在上学前后、放学前后进行15到30分钟的自主训练。他会对着车库的墙壁踢球，一组就是300到400次，极大的锤炼了他的 first touch 的能力。而在自家的后院，他的训练经常是主题式的，比如今天的训练只能用左脚，或者给自己画一个极其狭窄的通道，要完成变向变速。另外，美国其他的青训教练经常迷恋像田径一样的体能拉练，但普里西奇在后院一遍遍重复着克鲁伊夫转身、脚背拨球、1对1的各种假动作。他不练长跑，只练球感，这也是为什么长大后他在密集防守中往往具备极强的瞬间摆脱能力。而从10岁到14岁，受益于他的父亲，每年夏天父亲都会带普里西奇去欧洲度假，在这期间他会临时加入像巴塞罗那、切尔西、波尔图、比利亚雷亚尔这种豪门的青训营，随队训练几天或者训练1周，但这些只是为了让他见识世界顶尖的同龄人的水平，保持一种眼界，适应各种不同的足球文化，并不是为了他很小就留在欧洲就跟俱乐部签约。那么普里西奇由于从小在同龄人中属于长得最瘦小的一类，所以在球场上他必须要学会怎么用脑子踢球。在13岁到15岁的时候，经常去踢那种没有裁判、没有教练的社区的街头足球，也就是野球，对手往往是比自己大好几岁，身体强壮一整圈。但在那种高压迫的自由环境下，普里西奇逼着自己学会了在接球前必须要提前观察，然后用极快的步频在身体接触发生之前就把球传出去或者过掉对手。另外，宾夕法尼亚州很冷，冬天呢，他就大量参与室内的5人制足球。5人制足球空间极度狭小，转换极快，这也就直接塑造了他以后在顶级联赛中标志性的行进间快速无缝衔接的技术。16岁的时候，全美都在惊叹普里西奇是个足球天才呀。这时候家庭才做出了最后一个冷酷而精准的决定，拒绝美国大学的足球系统，直接去欧洲。16岁的时候，顺利加盟了德甲多特蒙德的青训营。在多特蒙德高度科学的青训流水线，仅仅15场青年队比赛之后，他就被提拔到了1线队，完成了惊天蜕变。关于普里西奇，前美国国脚斯图尔特·霍尔登曾经有过一句名言，他说：“我见过那些图表，如果这些图表的主人是普里西奇，而且为克罗地亚效力，那么他能值5000万欧元。但如果他是叫什么普里西奇尼奥，而且是个巴西人，那他就能值9000万欧元。”所以欧洲足坛长期以来对在美国本土培养起来的球星有一种傲慢的偏见，
也有估值上的压制。普里西奇在欧洲豪门的拼杀面临着双重压力，他不仅需要击败防守球员，而且更需要用持续的统治力打破那种对北美足球的血统偏见。后来他以5800万英镑打破北美球员转会记录的身价，加盟了英超豪门切尔西。但在兰帕德执教的初期，普里西奇因为英超高强度的身体对抗，接连不断遇到伤病，还有新冠疫情也来了，物理隔离也来了。那一段时间，普里西奇极为艰难，他一直觉得自己必须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自己。后来主教练图赫尔来了，普里西奇陷入了职业生涯最具争议的更衣室风暴。普里西奇和图赫尔的关系在欧冠半决赛对阵皇马的第2回合前彻底破裂。首回合普里西奇客场攻入了关键进球，图赫尔口头保证第2回合普里西奇继续首发，但是在临赛前的几个小时出尔反尔，图赫尔决定让哈弗茨首发。当时普里西奇整个人都懵了，极为失望。他认为自己理应获得首发，最重要的是主教练明明向自己保证过普里西奇会首发的，结果图赫尔只是在比赛的最后25分钟将他替换上场。他当时带着极度的愤怒，上场之后立刻助攻了芒特破门，将比分锁定为2-0。他个人认为这是自己职业生涯最喜欢的一次助攻。而那场比赛之后，两个人彻底决裂，这段矛盾暴露在全英格兰和世界足坛的面前。2022年9月，普里西奇在自己的自传当中直接点名痛斥图赫尔，他用目瞪口呆、极度失望来形容图赫尔当时对自己的欺骗，就通过出书直接炮轰前主教练，在足坛也非常罕见。当时引发了英格兰媒体的强烈批评，不少的评论员都说普里西奇这种是小儿科一样缺乏职业道德的爆料行为，这可能会促使图赫尔向其他的欧洲一线豪门教练打小报告，警告教练们普里西奇是个难以管理的球员。而在那个欧冠夺冠的赛季以后，这两个人的战术信任度降到冰点。第2个赛季，普里西奇经常就被摁在替补席上，或者让他安排自己完全不擅长的边翼位的位置。22年夏天，普里西奇强烈渴望租借离开切尔西，但遭到俱乐部的拒绝，让他更加极其的郁闷。但非常有戏剧性的是，就在普里西奇这本自传内幕被媒体曝光的2周前，图赫尔因为和切尔西新管理层不和以及战绩不佳，抢先一步被切尔西解雇了。而尽管图赫尔走了，但普里西奇在切尔西的心气也已经彻底磨灭。随后的波特执教还有兰帕德的执教时期，他依旧很挣扎。23年夏天彻底告别了切尔西，转会到了 AC 米兰。而在意甲，老 K 就不用多讲了，留到许多年后普里西奇退役的时候咱们再来回忆吧。但我只说一点，普里西奇在 AC 米兰在防守端战术纪律性相当不俗，他的前场逼抢压迫的次数常年都保持在 AC 米兰锋线群的前3位。在更衣室，普里西奇极为低调内敛，他不喜欢喧嚣。在切尔西的时候，在更衣室他最喜欢的娱乐就是和坎特进行长期的国际象棋大战。坎特也同样性格比较沉默，比较孤僻，比较内秀，所以这2位不善言辞的队友却很喜欢在棋盘上博弈。这也反映出这2位球星对赛场空间几何学还有防守落位极高维度的那种智力的感知。对了，还有一件事25年夏天，莫德里奇自由身加盟了 AC 米兰嘛。普里西奇的家族来自克罗地亚，所以他的家族对莫德里奇有一种近乎狂热的崇拜。他的堂表亲们甚至将自己的宠物狗都命名为卢卡，因为卢卡莫德里奇嘛。所以此前在欧冠赛场交手以后，普里西奇就曾经专门拜托克罗地亚的国脚队友科瓦切奇，私下里帮他向莫德里奇索要签名球衣，作为送给自己家人至高无上的礼物。莫德里奇来了 AC 米兰成了队友，那就更加近水楼台先得月了。好，关于普里西奇美国队长，这里也说点小故事冷知识。21年夏天，老 K 记得当时普里西奇刚刚随切尔西拿到了欧冠冠军，他受到邀请登上了著名的职业垂钓公司，坐了一艘游艇出海。这个垂钓自媒体非常有名，过往曾经多次承接过像川普的儿子等等非常具有争议的名流。而在捕获了一条体型很巨大，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明确列为易危物种，一条巨型的歌利亚石斑鱼。当时为了社交媒体吸粉，同伴就挑唆普里西奇坐到船舷的边缘，
在悬挂于水面的石斑鱼正上方进行环绕地球那种花式的颠球动作。结果普里西奇由于过度的炫技失去了重心，整个人直接从游艇失去了平衡，跌落下去，重重地砸在了毫无反抗能力的石斑鱼身上。这段视频发布以后，瞬间引爆海洋生态保护主义者的集体愤怒。著名的组织蓝色星球协会对普里西奇发起了强烈谴责，甚至网络上还有大量的极端人身攻击，甚至死亡威胁。另外，关于感情生活，美国的体育巨星嘛，绯闻方面总是有一些的。24年6月，在美国女子高尔夫公开赛，普里西奇和比自己年轻2岁的美国职业女子高尔夫新星阿莱克莎·梅尔顿正式公开了恋情。梅尔顿曾经频繁地身穿 AC 米兰的球衣现身圣西罗看台，这两个人各种恩爱的细节还被2025年的纪录片深度的收录。但今年初，两个人因为生活重心的转移体面分手。梅尔顿在社交平台上由于粉丝的刺激发言，一度不理智，威胁要曝光普里西奇在高端社交软件上的未注销的主页，暗示普里西奇出轨，当时引发了巨大的舆论海啸。但几天以后，梅尔顿又公开发文撤回了言论，澄清普里西奇并没有出轨。这种虚假的指控啊，经常会一次性的彻底摧毁一个球星的公众形象，尤其在美国。但普里西奇在接受专访的时候，展现出一种令人叹服的体面和克制。他的原话说：“我只用最积极的方式去看待他，他很有趣，并且在各个方面都支持我。他想要督促我多去享受一点生活。和他一起尝试了各种事情，对此我非常感激。”那么同样的体面还体现在2025年底，当时普里西奇和好莱坞的知名女星悉尼妹传出了假绯闻，对此普里西奇毫不拖泥带水，公开回应：“假新闻，大伙儿，让我们停止这些无聊的谣言吧。另外，请停止捏造有关我私生活的虚构故事。我们需要对消息来源进行追责，因为这会影响人们的生活。”所以悉尼妹这个事情，老 K 感觉很惋惜呀。我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女孩子的，作为长辈，我认为普里西奇可以跟她交往，这样我们足球新闻也可以有更多开心时刻。哈哈，好，说回咱们美国队的战术打法。现在波切蒂诺手下美国队不是那种传统的4-3-3，他在不同的阶段会变形，他有时候是3后卫，有时候是4后卫，在防守和进攻阶段形态会变化。防守的时候，美国队经常会落成4后卫，甚至5后卫。进攻的时候，德斯特、安东尼、罗宾逊这些边路球员会大胆地压上，中路则由亚当斯保护，而麦肯尼、迪尔曼、普里西奇在前场找2点和内部的空间。这里德斯特是战术的关键点，他虽然名义上是边翼位，但是在波切蒂诺的体系里，他经常站位非常的高。相对塞内加尔的热身赛，他就参与了一次20脚传递后的进球。这说明美国队现在并不是靠自己的身体和冲刺，而是也能打出连续的传导，非常精妙的战术。但现在美国队最大的未知数是门将位置，马特·弗里斯很可能已经领先4年前的主力马特·特纳，两个都是马特，到底用谁，老 K 觉得都可以。所以对美国队的首发预测老 K 采用稳妥版3-4-2-1或者3-4-3，门将弗里斯，后卫弗里曼、克里斯、理查兹和里姆，边翼位德斯特和安东尼、罗宾逊，后腰亚当斯和麦肯尼，前场普里西奇、迪尔曼或者雷纳，中锋位置巴洛贡。过去的美国队给我们的印象是门将方面非常稳，经常出一些世界级的门将，但这次反而不稳。特纳有22年世界杯的经验，但这些年在俱乐部他连续性不足。弗里斯国家队的资历尚浅，但我估计在波切蒂诺的周期内会获得信任。而后卫组这次带上了10个后卫，这说明波切蒂诺非常重视在后防线上的可变性。3中卫、边翼位，右中卫要保护德斯特，左路要给安东尼、罗宾逊冲刺的空间。克里斯、理查兹的伤病恢复情况怎么样？还有蒂姆、里姆的年龄问题，德斯特的前插风险问题，这些都让美国队必须要多带后卫，所以这就导致中场组只有6个中场球员，风险相当大。最大的风险就是亚当斯，亚当斯是唯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防守型中场，一旦他的身体出问题，美国的中场屏障会明显下滑。而前锋组是美国队真正的底气，巴洛贡、佩皮、哈吉、奈特这3名前锋本赛季俱乐部的总进球数达到了56个，
巴罗贡19个进球，佩皮19个进球，哈吉奈特18个进球。美国队3大优点：第一，他们最大的优点仍然是身体的强度，还有在边路的冲击能力，以及阵容相对欧洲化。26个球员中已经大量效力于欧洲的俱乐部。锋线3人组在本赛季俱乐部的进球总数相当可观，而德斯特和安东尼·罗宾逊他们能将边路拉得非常宽。普里西奇、麦肯尼、蒂尔曼、雷纳可以在内部区域制造变化。第二个优点，主场作战，主场的气氛。美国队现在在加州的尔湾训练基地开放训练数万名球迷都要抽签争取要入场看他们训练。这说明世界杯还是不同于其他的体育赛事，在美国本土关注度正在迅速升温。第3大优点是团队的情绪方面，博切蒂诺带的团队斗志凝聚力过去都没有问题，但缺点同样也有，老 K 列出4点。第一就是门将位置不稳，弗里斯可能领先，但大赛经验又不足。第二就是他们中场的厚度薄，只带了6个中场，特别是亚当斯的身体状态极为关键，如果他被针对或者受伤，那么防线前的保护将大幅下降。第3点，中后卫还有防线的年龄结构有隐患，尼姆已经38岁了，这都能打上球，说明美国队需要他的出球和经验，但也意味着在面对速度型的对手的时候，必须要有人保护他。第4的一点，创造力方面的球员状态不稳定，雷纳有天赋，但在俱乐部连续性不足，迪尔曼在国家队的连续性也不足，所以当普里西奇被对手重点看住的时候，美国队能不能找到自己的第2个创造力的点，这是进入淘汰赛后的关键。而另外，老 K 认为足球赛很多时候能代表一个国家的国运，现在美国是川普周期各种奇奇怪怪的事情，所以美国队这次的国运到底如何？是奇奇怪怪呢，还是更加奇奇怪怪呢？是打进8强、4强甚至进入决赛那种奇怪呢，还是成绩相当差崩盘的那种奇怪？让我们拭目以待。好的，轻松一下。卡塔尔世界杯球迷们最熟悉的面孔之一，伊万娜·诺尔，他在22年世界杯走红以后，现在正以 DJ 的身份在发展。4年前，33岁的伊万娜出现在克罗地亚队每一场比赛的现场，一路见证克罗地亚在莫德里奇的率领下打进了3-4名决赛。就在4年前的世界杯期间，伊万娜的粉丝数量暴涨，现在已经拥有280万粉丝。这位模特继续以网红的身份工作，定期发布社媒更新动态。现在他还开启了音乐 DJ 的新工作，还和音乐界的名人大卫·库塔同台演出。他最近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演出过，现在也在全球多地担任了 DJ， 像美国、德国、迪拜、伊维萨等地。而走红以后，伊万娜除了足球也开始关注其他的体育项目。23年，他在橄榄球世界杯期间宣布自己是法国橄榄球队的球迷，还在社媒上晒出了自己穿着3色比基尼的照片。美女确实是美女，但老 K 个人平息一下，好像科技感太强了。OK， 咱们再关心一下诺伊尔。诺伊尔有2位妻子，一位前妻妮娜现在已经怀孕，通过社媒晒出了明显的大肚照，但没有配上任何名字。同时间，诺伊尔现任的妻子阿尼卡·诺伊尔目前也正在怀孕，怀的是2个人的第2个孩子。这前后2任妻子怀孕的时间如此巧合，确实也有点意思。不过诺伊尔的前妻没有对关于怀孕的询问做出任何回应，孩子父亲的身份现在也不清楚。诺伊尔和前妻妮娜是2014年相识，2017年结婚，2020年离婚。2023年，诺伊尔又和阿尼卡结婚，25年在意大利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庆祝仪式。现在诺伊尔一家人住在泰根湖畔一个豪宅，可以看得到湖景的住宅。感谢大家的订阅，感谢您线上 hype 积分。朋友们，希望您点一个订阅，也不妨可以帮老 K 分享给各种社交媒体嘛，非常感谢。